走了238天，亚洲这一段终于要画下句点。我会在24小时内使用6种交通方式抵达伊斯坦堡，从亚洲走进欧洲。我没有想到我来的方式是长这样。今天呢，我要来1日伊斯坦堡。我只想看看，除了观光以外，伊斯坦堡还有什么？这个非常有伊斯坦堡的感觉。来看看今天我们会看到几只的小猫咪，好不好？我来这边最期待的就是吃土耳其面包。抱抱，受不了，我要离开伊斯坦堡。耶！怎样？大家好，我是凯文阳。今天这一天很关键，我终于从亚洲正式踏进欧洲了。这趟旅程一路从新加坡、东南亚、中国、西藏、南亚、中东、亚洲，我真的走到不能再走了。但你可能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今天要搭飞机，因为现在的以色列四面都是战争状态，我能安全离开的方式只剩下飞，所以这是我整趟环游世界里面第2次破例搭飞机。但我是觉得可能非洲应该会飞到爆开，不过我没有直接飞到欧洲，算吗？因为很多国家都不接受以色列的直飞，所以这次呢，我为了要去伊斯坦堡，其实有很多种方式，一个是去阿联酋转机，第2个是去希腊雅典转机，第3个是去维也纳转机。那我就看了一下我的时间跟价格 ，CP 值最高的竟然是去维也纳，所以我要先飞到维也纳，然后再飞回到伊斯坦堡的亚洲端，再用跨海的方式走进欧洲，是走进吗？沉进欧洲。因为我想要这条路在地理上是顺的，跟在我心里也是顺的。而今天这一天，我会在24小时内使用6种交通方式：共享机车、火车、飞机、地铁、船、巴士，抵达伊斯坦堡，从亚洲走进欧洲。我知道这一定很疯，也很关键，也很讽刺，也很矛盾，但无论如何，我们就来看一下我进入伊斯坦堡的方式长怎样吧。Let's go！ 现在准备去机场了。来这边也交了很多很不错、不同国籍、不同价值观的朋友。But now, time to move on。像我这全黑的爱好者，在这深夜正好配一个橘色的大背包，就比较安全。OK， 现在要搭 Austrian 航空 ，Let's go。OK， 终于抵达了亚洲段的土耳其，还没到欧洲，还不算，这还不算。Let's go。哦，6点整抵达尾站。Oh yeah。OK， 亚洲不搭飞机到非洲，途经欧洲，欧洲就在对面了。终于抵达了这船上了，千辛万苦。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到中午到下午到现在，走了238天，亚洲这一段终于要画下句点。这一路跨越边境、语言、时区，有些时候其实还是会有点小恐惧。但是我知道，因为背后有家人、有朋友，还有27万的订阅者在背后默默的支撑我，让我可以安心的往前走。而且从台湾到伊斯坦堡 ，Nomad Easim 也一直陪着我，让我能够随时连上世界，也更确定世界的下一个篇章我已经准备好了。最喜欢的有4个点，第1个点便利性，一键搞定，可以直接在 App 里购买Easim，连扫描 QR code 都不用，就能直接在手机上安装，只要点2下 Apple Pay， 马上买，马上用，超顺。第2点，多样优势在修个短话 ，Nomad 支援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不只可以选单一国家，甚至还有地区的组合包。像我明天要搭火车去保加利亚，欧洲的第1站，我就直接买这个欧洲的组合，整个欧洲35个国家和地区都能使用。而且听说欧洲火车很复杂，所以不用怕下错站，只怕没有网路。因为迷路的话，网路可以救，但断线的话就惊了。
第3点，公开透明，所有方案都会清楚标示出合作的电信商、速度和地区，价格也非常有感。像这个欧洲30天50GB 方案，换算下来1GB 只要0.58美金。App 上甚至还会不定时会推出各种方案的优惠，是真的会，算是购买前的小惊喜。第4点，随时支援，有24小时线上客服，完全不用担心语言障碍。我还记得第一次使用 Nomad eSIM 的时候是在今年7月，在那之前的旅程，我的网络通常都是到各个平台随便看随便买，有时候需要看地图的时候，打开才发现流量用完了，很崩溃，被限流了，很崩溃。那 Nomad 我觉得很贴心的一点是，在流量快用完之前，它会先寄email提醒你，让你可以提早补充，不用等到断线才发现出事了。现在新用户还能免费试用1GB eSIM 流量3天内有效，从日本、韩国、泰国到欧洲、巴尔干，甚至美洲都能直接使用。试用流量用完前，还能直接在 App 里加购，不用重新再安装。所以下次出国时，记得下载 Nomad App， 并输入我的专属优惠码 MyTheKevin， 享受22%的折扣。每个用户最多可以使用这个折扣码6次，有效期限至2026年12月31日。升级到特价套餐时也能使用。电视机跟电脑前的你，记得扫左上角的 QR code， 应该真吧？旅行前记得试试 Nomad eSIM， 从这里连上世界。好，那我现在抵达了欧洲了，终于 finally， 真的也很感谢大家。就刚刚在那船上真的是有点还在茫茫的状态，我没有想到我来的方式是长这样。其实台湾也有直飞土耳其，但是我的感觉却更得来不易的那种。其实这趟旅程会一直回顾自己啊，一路以来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辽国、中国、西藏、尼泊尔、印度、阿曼、沙烏地、Jordan、Palestine、Israel， 然后慢慢到这边。那因为今天中秋节，我知道看影片的时候已经离中秋节已经很远了，但是祝大家佳节快乐！你看那边超大月亮，你们现在看到的时候应该已经是要圣诞节了吗？还是准备12月 ？Anyway， 谢谢大家。这是维亚大教堂。上一个圣索菲亚大教堂在哪里？哈尔滨。穿越地下道前往搭车的地方。A few moments later， 我们住的这一区呢，它是比较中价位的，海鲜餐厅很多，还有小本猪毛。OK， 来到我的饭店 Castillo Rojo。Hello， Thank you. What happened yesterday? My flight changed, something like that, because I was in a conflict place. Do you want to guess where I am? Israel. And Palestine. Why did you go in? I go interview. It's actually I have lots of fun over there. Both sides, they are very good. So you think they are crazy over there? Yeah. 这位亲爱的小哥呢，其实很 nice， 然后他很热心的介绍我伊斯坦堡能逛的点，很基本的观光101。其实我发现很大的一个重点是，很多资讯啊可以直接问前台或柜台，因为他比较会推荐不坑的旅店，因为他们也会担心自己的名誉嘛，所以他也推荐了我这间店。For this area, this place is for local people and touristic. You wanna go alone? They are charging service price, tip or something like that. Don't worry, I'm gonna show one restaurant for you. Because you know why? They are doing some shows. Okay. Also, they are not scam. They are Okay. Pizza. You see the pizza price. Okay. You are paying pizza price. Okay. So, this is you. Okay. Thank you. So right now you're taking me to the dinner where you recommend. Right. There's some name is Kumkapı. So many people stay are drinking in there. drinking, eating, But outside. when they are high, they are not interested about the money. That's why they are higher than price. For you real? understand that? Of course. Better to let him hide. They are scam. 哇，真的是外国人，还有当地人。 Hello, how are you? Very good. Tasty kebab Tasty kebab. with fire show. Inside other fish, meat, chicken, vegetable, what do you want? 这里的价格差不多落在400-500台币左右。它沙小一个 fry 230，在跟我开玩笑。咖啡200块，正常的旅游价格。Is there any vegetable included? Yeah, salad, potato, rice, and pizza. This one. Okay. Is there any free water? One. Okay. Yeah, it's not free. Free, no problem. Thank you, my brother. OK， 这我的食物。I meet some friends from Russia and they tell me to bring the camera. Okay. Ta-da! Bonjour, that's not your language.
大家早安，今天呢，我要来一日伊斯坦堡欧洲段。先简单科普一下，其实伊斯坦堡呢是土耳其最大的城市，同时也是少数横跨欧亚大陆的城市，然后也是经济文化历史的核心。城市其实有被分成欧洲端跟亚洲端，我是住在欧洲端的。那欧洲端的节奏快，很世界级，就是很 international， 也是大家熟悉的伊斯坦堡，像圣索菲亚、清真寺、帝国历史啊之类的观光。那亚洲端呢，则完全不同，它更生活、更在地，而且多了很多他们真正人们生活的样子。所以这趟啊，我不打算比较两边，我只想看看除了观光以外，伊斯坦堡还有什么。那我们就从欧洲端开始吧，走进这城市，也俗称猫的王国的地方。你看这边就有一只很可爱的小猫。OK， 在这边领钱呢，会被扣除10%的手续费，所以可以的话带美金来换汇是最好的。去各国家里面一定要带美金。来看看这边水多少钱呢 ？How much is this one？ 15 OK， 这边的钱乘以0.7就是台币，这边的水差不多是10块台币，还不错。我还是非常建议自己带水啊，在以色列啊，一罐水呢60块以上 ，My God！ 好，那我们先一路逛到圣索菲亚大教堂吧，来看看今天我们会看到几只的小猫咪，好不好？哇，这整个地板都有很多这种斜眼护身符，哎，据说它可以挡住嫉妒的眼光。这面全部都是卖斜眼护身符，哇，一个30块而已，大概60块台币，很便宜。开瓶器蛮可爱的，还有最典型的土耳其的碗，这你最常看到。还有猫咪包在圣地给125而已，算蛮便宜的。可爱的睡睡小猫咪哦，要不要吵醒？这边是很漂亮，你看对面就是一堆货船啊跟船，然后右边这边呢就是君士坦丁竞技城堡外的餐厅。这根柱子呢是康斯坦丁的方尖碑，这根塔呢就有点像是拜占庭帝国的缩影，曾经的辉煌被掠夺，然后剩骨架，但依然就停在这边，像历史一样。这根方尖碑跟君士坦丁的不太一样哦，这个方尖碑上面是有埃及的纹路，哎，是西元前1500年的时候法老所树立的，然后1000年以后罗马帝国觉得太酷，就把它从埃及运来君士坦丁。哇靠！然后这根东西高达300多吨，要从埃及运到拜占庭。哇塞！然后我上网查，原来它本身就是花岗岩，1000年都长一样，有点太硬了。我靠，好扯！我自己人来这边其实有个好奇，就是这个圣索菲亚大教堂是君士坦丁盖的，还是什么查士丁尼盖的？我搞不清楚，一堆叮叮叮叮。那其实呢，这个是查士丁尼所盖的。其实君士坦丁也有盖，只是他盖完之后是盖一个小教堂，后来被弥平了。然后第二个人再盖，再被弥平。他是第3次盖之后才盖一个这么雄伟的教堂。那它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为什么信仰变成了帝国的形状？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讲他到底神在哪里？查士丁尼就是要让世界知道，罗马帝国不止征服土地，我们连信仰都要征服。我们是不是自己男人这么爱征服啊？征服来征服去的。我发现有一件事情蛮有趣的，就是男生很喜欢被说你很屌，你有的贱。从以前到现在，都还是很希望有人可以觉得我很屌，所以这其实是我很屌的产物。OK， 现在要排队买票了，然后一个人差不多25欧。You're gonna pay 2,500 Turkish lira. OK. Are you recording me right now? Yes, you're handsome. You too, bro. You are You handsome too. Thank you. 1800，不便宜。 So my advice: Yes. start from the museum, okay? So I go straight to the museum and then went Yeah, back. it's gonna be better for you. They're gonna give you a lot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 Sofia and then come here, okay? OK. Bye bye. 拜拜。刚我不知道我买了啥小，怎么变1800？这是入口。现在要进去这个里面了。然后我们一进来呢，我们会先从楼梯这样慢慢走上去，然后慢慢走进去才会看到它的主殿堂。哇，哇吼吼吼！这就是圣索菲亚的穹顶，华丽的壮观。它完工的时候有将近1000年的时间，是世界上最大的穹顶。直到1500年的时候，跟意大利的佛罗伦斯圣母教堂套约，西元500年前，工程师就有办法用光线的错觉，能够让你觉得漂浮在空中的感觉。没有啊，没有漂浮的 feel 啊。哇，稍微进来看一下就要20欧哎！我天哪！
这里怎么有一只可爱小猫咪哦？可爱小猫咪是不是？这边好皇家加马兵哎，真帅。哦，你这只猫仔是怎样？你舌头是收不回去是不是？对。哇，这边古城旁边也有轻轨。OK， 我来这边最期待的就是吃土耳其冰淇淋，因为我在台湾，我只要经过土耳其冰淇淋一定吃。我来看下这边多少钱 ？How much? Oh, okay. Small is okay. Chocolate. Ah. Hoppa. OK， thank you。终于吃到土耳其冰淇淋了。哇，其实跟台湾的口味也非常接近。土耳其冰淇淋真的好好吃哦，超爱那种软绵绵、黏黏的冰淇淋。这样要去下一个区域了，然后会跨过小海峡，然后是到欧洲的另一端。这一端呢，因为它是知名古迹最多，所以所有的物价都很贵。那另一端呢，物价就也比较合适。那我们现在去另一边看吧。谢，几夫了。直接赶走，看有个人连出来都出不来。直接开走了，超狠的，超狠。Meanwhile， 好，第二班，我们看我们能不能够挤上去。耶，成功进来了。其实蛮喜欢这种大众运输的交通，因为可以边坐在上面，然后边看外面的景。你看 ，Oh my God，see how beautiful it is。难怪被称为中东的明珠，伊斯坦布。终于可以穿过桥了，哦，好期待哦！解锁大轻轨，穿过普鲁士海峡。Oh my god！ 我们就来钓鱼啊，真的海鲜鱼货是很赞的，有机会换回来的话，看他在钓什么鱼。哇，你看很漂亮哎，这边桥就这样过来，看一下这附近有什么好逛的吧。我看到这边有个斜坡，送一个探险家，感觉这边有什么特别的东西。现在这个阶梯也充满着布景。小猪哦，都是一些纪念品。哎，怎么突然来个理发厅？很多小店的纪念品。前面有个人刚植发完，在土耳其呢，它是一个植发天堂，就这边很多植发的诊所啊，而它价格比欧美还要更平价。我靠，这边价格越来越正常了，一个 shawarma 90，但万一刚那一区的话，一个这个 shawarma 可能要270。差太多了吧？所以我们来试试看这个长怎样。Hello，Can I get one? Thank you。芝麻面包，其实蛮香的，很不错，很适合当那种边走边吃的甜点。哇，伊斯坦堡最知名的电车。虽然这是物价较低的区域，但大街小巷怎么逛都是 shopping 的小店，其实很像去伊斯兰国家会看到的那种 shopping 小店，有什么鞋子啊、运动服啊、什么糖果店、礼品店啊，然后卖东西基本上都蛮类似的。但最吸引我的是超可爱皮猪猫咪加油，超多只小猫咪啊！你怎么正好卡在里面？你知道你正好卡在里面这件事情吗？你干嘛？找猫猫，对不对？我直接钻过去。它刚歪我哦，还尿尿哦。靠腰，原来我踩的都是猫砂盆。这就是伊斯坦堡的夜景啊！为什么要叹气呢？就是这边真的非常适合情侣来约会，很多小店可以吃吃喝喝，夜景、古迹、美景。我赶快回家自己看 YouTube 啊，然后睡觉啊，不要再说了。大家早安，今天要去土耳其亚洲端，听说亚洲端比较多当地人的氛围。所以因为我现在跟我的朋友们吃最后的早餐。Hello. It's your last moment. 这是我的早餐。Show me what is your favorite food in Russia? You know what is it? It's draniki. It's a potato. Potato smash. Yeah. But it looks like British food. British breakfast. And you? Granova. Is it traditional? No. Russian no, food? No, Oh. it's meat tradition.
Baked oatmeal with yogurt and fruits. Yogurt and fruit mixed together. We eat this rice ball. What is it? Rice ball. The Taiwanese rice ball. It's like egg and dry vegetable. Did you cook this? No. No? Just buy outside, very cheap, like $1 you can buy it. This. You can touch. You can touch. Oh shit! Oh shit! Hey, touch me. fuck you. Oh, he's fucking me. Ching ching. Okay, and now leaving. Yeah, it's a good memory. In the whole 2 nights. Yeah, we have lots of. 哦，车要来了。 Hi. Nice to meet you. Lots of fun. Bye. Bye bye. Bye bye.那我们现在去搭车，然后去搭船。这辆车厢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干净跟整洁，空间也超大，一整片都是海，超漂亮。然后这是以前的伊斯坦布，然后这是现在的伊斯坦布。今天天气呢非常非常 lucky， 有出太阳，超级漂亮，超肥，跟牛一样。What? Oh my god！ 在这边又有一些小动物哦，就长得特别可爱。 哇，万里无云万里行 ，yes， 这个非常有伊斯坦堡的感觉，这才是我想象中的伊斯坦堡啊 ！Celebrity 迈阿密的邮轮，一模一样，非常想念。好，现在要去亚洲段了，听说比较多 local 的地方。今天这艘船比较不一样，是比较高级的，3层楼，1楼是基本的室内区，2、3楼是户外的露天区。但可惜来的比较晚，这外面都客满了，大家就陪我坐在1楼吧。看一看，好像很近，其实搭一搭也只需要半小时左右。然后还有很多人在钓鱼，哇！然后你看，又有一艘货船要经过，然后这边就是传说中的普鲁士海峡。原来水是很清澈的哎，为什么这海峡这么有名？这是海峡，里面是黑海，黑海里面有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乔治亚，还有俄罗斯，然后唯一的通道就是这边。他们这些国家就对土耳其就会比较好。这是土耳其地缘政治之王的其中一个原因之一。你看，很酷的那边有一座房子盖在海上，它是早期在监控船只进出的一座塔，叫做少女塔。那为什么少女塔是盖在海上呢？盖旁边难道不行吗？因为盖在海上呢，能有最大的视野跟防御性。抱抱，受不了，我要离开伊斯坦堡。伊斯坦堡绝对不适合一个人独旅镖客来。哎，现在我单身又在国外，怎么可能不会有艳遇的想法？我真的希望可以艳遇。OK， 这是亚洲端的市集，就比较多小吃，哦，还有很多甜点。那个人还说 didn't get much， 只投一点点，只掉一点点出来。不过那边好像永远都过剩。我靠，这边有巨肥狗仔哎，旁边呢有一只迷你小猫咪，有没有看到？巨肥狗仔 vs 迷你小猫咪 ，Korean 兰州拉面。好，我们来试试看亚洲料理吧。都有亚洲料理了。OK， 再来吃茶叶蛋，我太想念了。亚洲端果然有亚洲食物。全炸开！茶叶蛋。自从西藏、尼泊尔之后，就再也没有用过筷子。用筷子吃是比较好吃的，虽然这不是好吃。好，总共花了306台币，222块，双北价格，蛮正常的。OK， 现在来到了这个区域的街道，也很多吃的，然后上面呢挂满了土耳其跟巴勒斯坦的国旗，这边真的超多种咖啡的，像你看左边呢就是 Coworker 的咖啡厅，这边是阳台咖啡厅，
这种是传统小板凳区，然后有点酷，只有一种性别跟一种年纪的人才会去的老年男性区咖啡厅，这都是老年男性，非常非常的可爱，他们交谈。亚洲端这边真的很 chill， 有点像是台北的中山商圈，安安静静吃吃逛逛，很适合来度假放松。那我自己个人呢是其实比较喜欢亚洲端，因为亚洲端比较像中山感，那欧洲端就比较像是信义感，所以对我这个行李箱没有办法装下太多东西的人来说，目前的亚洲端好像更适合我一点。现在来买去索菲亚的卧铺火车，2个人是40欧，4个位置的话36欧，所以只差5欧。当然是选2个的，2个感觉比较大。10月11号 sleeping bed， 然后8点出发。搭船一次要44块，30块台币左右。现在搭船回欧洲岸。就是我自己觉得伊斯坦堡真的非常非常适合跟朋友们一起去，很多吃吃喝喝，也很多景点可以看，交通方式也非常特别，因为都是搭船来来回回，所以这个过程其实非常有意思，可以体验海上捷运的感觉。然后再来是非常非常多文化方面，你可以去好好的去感受跟体验。你们大家旅游影片也看多了，我觉得伊斯坦堡真的是人类文明的一个交叉口，一个很先天上地理位置，让那边的文化变得很独一无二，非常值得一看。我个人是对伊斯坦堡是有这样的想法。当然，我自己另一个点是，我觉得他们那边观光可能太盛行了，所以很多人会有一些上班疲惫感，我是看得出来的啦。But anyway， 也能懂了，就是一个旅游大城。然后再来是我个人的日记时间。第237天，今天起床有些疲惫，外面飘着雨，好像少了一点精神。明明跟俄罗斯女生相处得很开心，很要好，其实晚上的时候聊得真的很开心的，就是有一种陪伴的感觉，因为都是旅人，但还是被比较心态给攻击了。上想要写什么？看到了别人的一则短影，轻松吊打我的流量。真的是吊打那种，当然也不轻松啊。但短影跟长影那用心程度真的差太多了，真的很沮丧，打从心底的为什么的感觉。连搭船的时候都故意排最角落的地方啊，真的假的？吃饭、逛街、搭捷运都很没劲。原本要走进迪卡侬买商品，到门口时实在憋不住，原地360度折返回欧洲端，告诉自己还是先认真完成一件小事吧。买了后天的车票，吃饭时还是忍不住有些不愉快，甚至挫折。到底今天怎么会这样呢？就今天怎么会这样呢？甚至会对自己说：“我好废啊！”结果语言不通，只能比手画脚的阿伯，明明很多位置哦，然后他就坐在我面前，然后我在那边吃饭，他会告诉我说：“放下你的手机，好好吃饭。”然后我就下一次好好吃饭，不用手机。我潜意识也告诉我说，这件事情是你该做的事。阿伯在帮助你，就是不用再拼命什么，就好好的在当下那种感觉。我的解读是这样。我就突然间有一种，为什么这个阿伯他不知道我的状态，但是他却是协助我走出阴霾的那个人。然后我就跟他稍微比手画脚的面对面吃饭。那结束之后呢，他就送我一杯热茶。这杯热茶呢，在前几天的商业剧情也是有送我喝。然后我就发现，好像开心的时候，别人送我的热茶，我也觉得他是不是想要从我身上获得什么？但是我发现难过的时候喝热茶，会总有一种好像被安慰的感觉。Yes, I'm talking about you right now. Yeah. 明明一整天都是有点小乌云的，那就突然间就被一个很随意的餐厅的老板做了一些很小的细微的事情给打醒了，给重新感动了自己。其实我刚没看这篇日记的时候，好像忘记了今天，但是我觉得很大原因可能是因为在那个晚上，那个阿伯给了我一个美好的结尾吧。其实有时候命运就是这么的神奇，有时候我会被自己打败，但我也觉得我总是很幸运，能够在某些时刻的时候，这世界上有那么一个人可以对我伸出援手，在我猝不及防的时候，我觉得这感觉是我很喜欢的。然后我也谢谢大家收看这支影片，也是很感谢慧眼频道的支持，直播的大家能够陪我一起度过这段日子，然后以及愿意看到影片的现在人，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让我们的频道变得更好，让更多人看见。拜托了，我只能靠你们，我没有任何的其他流量的 buff， 我也没有其他 YouTuber 的 buff， 我只有你们了，拜托了。好，那下集呢，我们将搭卧铺火车前往保加利亚。那段日子是我人生中遇过最冷，又或者说冷静的国家，跟我去的中东亚洲天壤之别。那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我到底有没有办法在有点陷入孤寂的状态的时候，能够
找到依靠的对象呢？那我们看下去吧，下次见，拜拜。今天呢，我要从土耳其搭夜铺火车到保加利亚。哇，很温暖呢，啊，可以洗澡。哇，我 already finish。拜拜 Istanbul， 拜拜。我们2点还要起床，再去过安检。再看窗外 ，100% we are in Europe right now。后面车厢不见了，原本后面有车厢吗？怎么没有车厢了 ？This is the capital of Bulgaria, but there's literally no people here。安静到不行啊！确定是首都哎，讲话都不敢大声。